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真是让人感慨万千。当我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，差点没把我这个干了20多年红娘的下巴惊掉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赵雪莲，是一个来自贵州山区的姑娘，今年27岁。这姑娘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身材更是没话说，1.65米的高挑个子，穿上旗袍那叫一个惊艳四座。但生活却对她格外不公。雪莲的人生可以说是一部苦难史。9岁那年，她的父母外出务工时遇害，从此她就要一边念书一边照顾智障妹妹。别的孩子在玩玩具的年纪，她却要学着做饭、洗衣，照顾妹妹。她妹妹赵雪梅比她小3岁，因为出生时缺氧，导致智力发育不全，生活不能自理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10岁那年冬天，家里断了煤，我只能带着妹妹去山上捡柴火。那天下着雪，妹妹的手冻得通红，我就把自己的手套给她戴上，结果我的手冻出了冻疮，到现在冬天还会犯。雪莲对我说这些时，眼里没有一滴泪，但我听得心如刀绞。命运对她的打击还不止于此。14岁那年，村里来了一个自称是大公司招工的人，说带她去城里打工，月薪上万，还管吃住。雪莲想着能挣钱给妹妹看病，就跟着去了。谁知道这是一个传销组织，他们骗走了雪莲所有的积蓄，还给她洗脑，差点让她送了命。幸好警方解救了她，但这次经历给雪莲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从此，她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，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。那些人表面上对你笑，背地里却在算计你的钱财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。这是雪莲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为了养活自己和妹妹，雪莲初中毕业后就没再上学，开始四处打零工。她做过服务员、保洁员、流水线工人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。就这样，她硬是把妹妹拉扯到了20多岁。我是怎么认识雪莲的呢？说来也是缘分。2年前，她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打工，正好在我经常去的一家面馆当服务员。她做事麻利，态度也好，我就多留意了几眼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他悄悄把客人剩下的馒头包起来带走，我就上前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吞吞吐吐的，最后才说是带回去给妹妹吃的，家里穷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他低着头说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。我问他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些条件好的男士，没想到他一下子警惕起来。丽姐，我不相信什么爱情，男人都是骗子，我只要能照顾好我妹妹就行了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，我没有强求，只是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告诉他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找我。没想到3个月后，他真的主动联系我了。原来他妹妹的病情加重，需要长期治疗，医药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雪莲想着，如果能找个条件好点的男人结婚，或许能帮他分担一些压力。丽姐，我不要求他多有钱，只要人踏实，能接受我和我妹妹就行。雪莲对我说。我心想，这姑娘长得这么标致，人又勤快，只是家庭情况特殊了点，应该不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于是我就开始为她物色合适的男士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很快我就给她介绍了几个条件不错的男士，但都因为她妹妹的问题被拒绝了。正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我有一个老客户，是台湾人，叫陈志明。志明今年32岁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收入稳定，人也踏实可靠。他在台湾有房有车，条件相当不错。志明来大陆工作已经5年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丽姐，我想找一个善良、勤劳的女孩，不需要多漂亮，但要有爱心，能和我一起生活。志明对我说。听到志明的要求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雪莲，于是我安排他们见面了。第一次见面，雪莲穿着朴素的碎花连衣裙，扎着马尾辫，看起来清纯又干净。志明看到雪莲的第一眼，眼睛就亮了起来。雪莲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志明用略带台湾腔的普通话说道。雪莲却显得很拘谨，只是礼貌性的点点头。整个吃饭过程中，他几乎不怎么说话，只是低头吃饭。我知道这是他对人的戒备心在作祟。饭后，志明主动提出送雪莲回家，雪莲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接下来的1个月，志明每天都会给雪莲发信息，周末还会约她出去玩。慢慢的，雪莲的心房开始松动。有一天，雪莲给我打电话，说她想告诉志明关于她妹妹的事情。我很支持她的决定，毕竟这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。当志明得知雪莲有一个智障妹妹需要照顾时，他没有像之前那些男人一样退缩，反而表示理解和支持。雪莲，我很敬佩你这么多年来对妹妹的照顾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见见你的妹妹。志明真诚地说。雪莲感动得哭了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接受她的全部，包括她的妹妹。志明见了雪莲的妹妹雪梅后，不仅没有嫌弃，还主动帮忙照顾。他甚至联系了台湾的一家专门治疗智力障碍的医院，打算以后带雪梅去那里治疗。台湾的医疗条件比较好，也许能对雪梅的病情有所帮助。志明说。雪莲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她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一个人愿意为她和妹妹付出这么多。在交往3个月后，志明向雪莲求婚了。他带着雪莲去了台湾，让她看看自己的家乡，也让她了解一下未来可能的生活环境。台湾的繁华和美丽让雪莲大开眼界。志明带她去了台北、高雄、花莲等地，让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和生活。雪莲，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在这里吗？在台北101大楼前，志明单膝跪地，拿出了一枚钻戒。雪莲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但她并没有立即答应，她有她的顾虑。志明，我还有妹妹，我知道雪梅也可以一起来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医院，她可以在那里接受更好的治疗。志明打断了他的话，雪莲终于点头答应了。志明高兴地跳了起来，抱起雪莲原地转了好几圈。回到大陆后，两人开始筹备婚礼。就在一切看似顺利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雪莲突然对志明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志明，我嫁给你之前，你能不能先帮我还清30万的债务？志明听了这话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什么债务？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。志明惊讶地问道。雪莲解释说，这是他为了给妹妹治病欠下的债务，如果不还清，他会一直背负这个包袱，无法安心结婚。志明愣住了，他不是不愿意帮雪莲，而是突然提出这么大一笔钱，让他感到有些不安。更让他担心的是，雪莲把这事当成了结婚的条件。雪莲，我爱你，也愿意帮你，但是把还债作为结婚的条件，这让我感觉不太对。志明犹豫地说。雪莲听了这话，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志明感到很委屈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只是觉得婚姻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，而不是金钱交易。你们台湾男人果然都是虚伪的，表面上一套，背地里一套。雪莲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。志明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弄得措手不及，他试图解释，但雪莲已经不想听了。最终，心灰意冷的志明提出了分手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感到非常震惊和遗憾。我约了雪莲出来，想了解事情的真相。丽姐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见到我，雪莲就哭了起来。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30万债务。我大吃一惊，那你为什么要编这样的谎言？雪莲擦了擦眼泪，告诉我实情。原来，她虽然对志明有感情，但心里始终不敢完全相信他。她害怕嫁到台湾后，万一志明变心，她和妹妹就没有退路了。所以，她想通过这30万来测试志明是否真心爱她。我以为，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雪莲。低着头说，我叹了口气，心疼这个被生活伤害的、不敢相信爱情的姑娘。雪莲啊，爱情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志明对你的好，你难道看不见吗？雪莲沉默了，她知道自己错了，但自尊心让她不愿意主动认错。我决定再帮她一次。我联系了志明，把雪莲的心理和经历详细的告诉了他，让他理解雪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，是因为她从小的遭遇让她无法轻易相信别人。志明听了后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说，丽姐，我理解雪莲的不安，但是我需要时间考虑，我尊重她的决定，没有强求。过了1周，志明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想再见雪莲一面。重新见面的那天，雪莲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志明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志明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到达，他坐在咖啡厅里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。当雪莲忐忑不安地走进咖啡厅时，志明站了起来，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。他轻轻点头，示意雪莲坐下，然后将那个文件袋推到他面前。这是什么？雪莲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你打开看看。志明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心慌。雪莲颤抖着手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文件。当他看清楚那是什么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那是一张台湾某知名医院的收据和治疗方案，上面写着智力障碍特殊治疗计划，金额正好是30万人民币。这时雪莲抬起头，眼中满是不可思议。志明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也爱雪梅。我不在乎那30万是不是真的债务，我在乎的是你们姐妹能有更好的生活。这个治疗方案是台湾目前最先进的，可能对雪梅的病情有所帮助。雪莲的泪水瞬间决堤，她捂着嘴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测试我的爱，但我理解你的不安和恐惧。志明继续说道，雪莲，我需要你明白，台湾和大陆虽然有文化差异，但爱情的本质是相通的。我们台湾人不是什么大款，我们也要努力工作养家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会用一生来证明我的真心。雪莲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一个劲地点头。她第一次感到如此羞愧和感动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雪莲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测试你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志明伸出手，轻轻握住雪莲颤抖的手。我明白，你的人生经历让你很难相信他人，尤其是男人。但是雪莲，婚姻需要信任，需要坦诚。如果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隐瞒和测试。雪莲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志明，你真的原谅我了吗？如果我不原谅你，就不会来见你了。志明微笑着说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雪莲紧张地等待着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，不再有隐瞒，不再有猜疑。你能答应我吗？雪莲用力点头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就这样，这对差点因为不信任而分手的恋人重新走到了一起。2个月后，他们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上，雪莲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幸福。雪梅也被精心打扮了一番，虽然她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看到姐姐幸福的笑容，她也咧着嘴笑个不停。婚后，志明带着雪莲和雪梅一起搬回了台湾。一开始，雪莲对台湾的生活有些不适应，语言、饮食、生活习惯的差异让她感到些许不安。这里的人说话怎么这么奇怪啊？雪莲常常这样抱怨。志明耐心地教她台湾的用语和习惯，慢慢的，她开始适应并爱上这里的生活。台湾的便当比大陆的盒饭好吃多了。雪莲有一天突然对志明说，志明哈哈大笑，心里满是欣慰。让雪莲最感动的是，志明的家人对他和雪梅的接纳。志明的父母是传统的台湾长辈，但他们并没有因为雪莲是大陆姑娘或者雪梅的情况而有任何歧视。相反，他们给了雪莲和雪梅满满的关爱。妈，您做的卤肉饭真的太好吃了，雪莲由衷地赞叹道。那你多吃点，看你这么瘦，一定是以前吃苦了。志明的妈妈慈爱地说。雪梅在台湾的医院接受了专业的治疗，虽然智力难以完全恢复，但生活自理能力有了明显提高。她甚至可以在志明父母的指导下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。姐姐，我会扫地了。雪梅骄傲地向雪莲展示她新学会的技能。太棒了，我们雪梅真厉害。雪莲抱着妹妹，眼里满是幸福的泪水。生活就这样平静而幸福地流淌着。1年后，雪莲怀孕了。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志明时，志明高兴地抱起她，原地转了好几圈。小心点，我肚子里可是有宝宝呢。雪莲娇嗔道。我太高兴了，我要当爸爸啦！志明激动地喊道。怀孕期间，志明比雪莲还紧张。他每天变着花样给雪莲做营养餐，陪她散步，读育儿书籍，甚至开始学习如何给婴儿换尿布。你也太夸张了吧！雪莲看着志明笨手笨脚的给玩具娃娃换尿布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宝宝还没出生，我就得做好准备啊。志明认真地说。
在怀孕的第7个月，雪莲突然收到了一个来自贵州老家的电话，电话那头是沉重的声音：雪莲啊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原来当年骗走雪莲的传销组织头目被警方抓获，不仅如此，警方还查出雪莲父母的死亡并非意外，而是被这个传销组织谋杀的。因为雪莲的父母发现了他们的骗局，准备揭发他们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雪莲当场崩溃大哭。志明立刻赶回家，将她紧紧抱在怀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爸妈妈，都是我的错。雪莲痛哭不已。不是你的错，雪莲，不是你的错。志明心疼地安慰着她。在志明的陪伴下，雪莲慢慢平静下来。她决定回大陆参加那个传销头目的庭审，亲眼看着杀害她父母的凶手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考虑到雪莲的身体状况，志明坚持陪她一起回去。在机场，志明的父母和雪梅依依不舍地送别他们。你们要小心啊！志明的妈妈叮嘱道。雪莲，保护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宝宝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志明坚定地说。回到贵州，雪莲看着久违的家乡，百感交集。曾经的贫困和痛苦记忆涌上心头，但如今她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人生。庭审那天，雪莲终于见到了那个害死她父母、差点毁了她一生的人。那人已经满头白发，看起来苍老了许多，但雪莲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你认识我吗？雪莲站在证人席上，平静地问道。那人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然后低下头，不敢与他对视。我是赵雪莲，是你13年前骗进传销组织的那个女孩，也是你杀害的那对夫妇的女儿。雪莲声音坚定，没有一丝颤抖。法庭上一片寂静。这些年，我以为父母是意外死亡，我一个人带着智障妹妹，吃尽了苦头。雪莲的眼睛红了，但她没有哭。但是今天，我站在这里，不是来控诉我的不幸，而是要告诉你，尽管你夺走了我的父母，毁了我的童年，但你没有摧毁我的人生。说完，雪莲转身看向坐在旁听席上的志明，志明给了她一个鼓励的微笑。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我有爱我的丈夫，有幸福的家庭，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，而你将在牢里度过余生，这就是最好的报应。庭审结束后，法院判处那人无期徒刑。雪莲走出法院，感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志明关切地问道。很轻松，雪莲微笑着说，就像是终于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回台湾的前一天，雪莲带着志明去了他父母的坟前。她跪在坟前，轻轻地擦去墓碑上的灰尘。爸妈，我回来看你们了。雪莲轻声说道，这是我丈夫志明，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你们放心，他会照顾好我和雪梅的。志明也跪下来，恭敬地给岳父岳母磕了3个头。爸爸妈妈，我会一辈子对雪莲好，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一家平安健康。雪莲感动得泪如雨下，这一刻，她感到父母的灵魂似乎就在身边，看着她，祝福着她。回到台湾后不久，雪莲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看着怀中的小生命，雪莲和志明幸福地流下了眼泪。我们给他取什么名字呢？雪莲柔声问道。志明想了想，说，就叫陈光明吧，希望他的一生都充满光明，像他妈妈一样勇敢坚强。好名字。雪莲开心地点头。小光明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更多的欢乐。雪梅特别喜欢这个小侄子，整天围着他转，逗他笑。志明的父母更是疼爱有加，把所有的宝贝都给了这个宝贝孙子。3年后，雪莲在台湾开了一家贵州小吃店，生意出奇的好，许多台湾人慕名而来，品尝他做的正宗贵州小吃。没想到大陆的小吃这么好吃，一位台湾顾客赞不绝口。那是当然，我们贵州的美食可多了，雪莲骄傲地说。小吃店的成功让雪莲有了经济独立，她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和妹妹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小吃店，她结交了很多台湾朋友，彻底融入了当地的生活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介绍志明给我。有一天，雪莲给我打电话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相信爱情，更不会有今天的幸福。傻丫头，是你自己争气。我笑着说，你看，我就说志明是个好男人吧。是啊，他太好了，
你知道吗？他昨天还电话那头。雪莲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的幸福生活，我听着听着，眼眶湿润了。这个曾经饱受苦难的女孩，终于迎来了属于她的幸福。各位宝宝们，听到这里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呢？我想说的是，爱情不分地域，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无论是台湾男生还是大陆男生，只要是真心对你好的，都值得珍惜。还有啊，信任是婚姻的基础，就像雪莲一样，如果一开始就坦诚相待，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波折了。当然啦，最重要的是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都不要放弃希望。你永远不知道，幸福可能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呢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丽姐，下期再见。